开放式关系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它要有一个协议，这段关系里面的所有人要有共识，才可以成立是一段关系，而不是想干嘛就干嘛，出去在外面乱打炮，这就是我的开放式关系。不是，那个不是，就是劈腿，你就是鸡鸡痒。大家好，我们是橘子树生活，陪你一起过生活。我是一时，我超超，这是我们老大阿杰，他在下面不知道在干嘛，大爆椒。然后呢，今天马吉又再次回到了我们这边录音啦。二访来宾。嗨，大家好，我是马吉。嗨，那今天呢，我们想来讨论一下开放式关系。会找我马吉也是因为马吉，你现在也算是开放式关系的实践者，对不对？对啊，我们已经开放了大约2到3年左右的时间。这么久对啊，蛮久的。整体交往大概7年多，那开放式大概占交往后半段的2到3年的时间，这样子。所以这样也差不多快3年左右。3年左右这样子。了解。那今天我们的影片呢会分成3个部分来讲，然后第一部分就是开放式关系是什么，然后第二个部分是开放式关系的优缺点分享，然后第3点就是开放式关系常见的一些问题啊，还有迷思，我们要做一个讨论。那我们先从开放式关系开始好了。OK， 好。那首先呢，开放式关系是什么？马吉，你对于这个词有什么想法吗？其实开放式关系比较像是彼此认定为伴侣关系的状态下，然后你们两个去各自去协议说你们希望这个关系有一些其他关系，不管是在性方面或是在可能有其他伴侣方面，大家比较容易理解的地方大概就是以前的程度大家说的那个3妻4妾的关系，其实也就是一种开放式关系。也就不限制说你的伴侣的人数是多少。对，就是你只要非一夫一妻制的那个概念，通常都算是开放式关系。那草草呢？你对这个词你有什么了解？我自己对开放式关系这个词的印象，就是只有停留在说3妻4妾之类的吧。对啊，就是对于不管是哪一方面都是没有在设限的这种感觉。这算是对吗？可是我记得开放式关系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在于它要有一个协议，对，就是要谈好嘛，对不对？这基本上其实就是这段关系里面的所有人要有共识，才可以成立是一段关系，而不是想干嘛就干嘛，出去在外面乱打炮，这就是我的开放式。不是，那个不是，那就你就是在劈腿，对，你就是劈腿，你就是鸡鸡痒。我也有去查关于就是开放式关系这个词的解释是什么，它是说开放式关系就是不受主流就是单配偶框架的限制，可以接受对方与一个人以上发展性或者是情感关系，然后也可以根据关系的浅跟深有不同程度的揭露程度，就是我们可以说我们不一定要全盘把我们所有的事实跟对方讲，可以根据你们那时候的协议去做决定。然后因为开放式关系是实践种类多元这个概念，所以界限还有规则完全是取决于双方的协议，对吧？所以感觉开放式关系最重要的点还是在于你们的协议是什么，才能有接下来你们要怎么去面对这个关系。但是我很好奇，就是说开放式关系是多元成家下面的其中一个选项吗？以我自己来讲啊，我们比较像是我们两个关系突然面对到有一些我们两个没有办法解决的状况，但我们一直以来都把彼此认定为彼此是未来的人生伴侣，那我们想要解决这个现况，我们可能可以透过另外一个人来解决。比如说他们两个可能是老夫老妻了，本身之间有一些性关系的上面的不合，也有可能是老公硬不起来，有可能是老婆的需求一直都没有办法被满足，某种程度上找外援。其实很多老夫老妻可以接受老公去嫖妓，对，但是不要爱上对方，不要爱上对方就好。这其实也是某一种程度上面的开放式关系。对，只要两方认定 OK 没有问题，然后可以接受其中一方去处理解决关系中面的议题，其实我觉得这个才比较像是开放式关系的基础，而不是多元成家。多元成家就变成我可能希望我们有很多个人，本身就要打造围成一个以家为主的概念。初衷点不太一样，一个是一开始就想那么多人，然后开放式是彼此关系中可能缺失什么部分，需要由外援来补足这一个点，去协调我们的这段关系的那个状况，才比较接近开放式关系。因为我想的是说，多元成家他们是以成家为基础做出发点，但那开放式关系是不是只是多元成家下的一个选择而已？这种感觉。那我刚刚的那个感觉比较像是开放式关系比较否关系式，多元成家比较大家是比较面对家庭的那种感觉，两个层面不太一样。你那时候说会选择开放式的关系是为什么？因为其实我跟另外一半其实不太会有性关系上面的发生，也是维持这样的状况大概交往期间的3、4年左右。那刚好意外的在某个交友软体上面，我一直都有滑相关交友软体，然后在交友软体
上面认识到另外一个对象，然后开始可能有对对象产生了其他一点的好感，然后才去跟我的伴侣去做询问。反正因为这件事情让我们去面对了我们关系里面本来我们其实应该就有的问题，只是我们没有去探讨出来，然后因为这件事情去面对，所以就变成我的性方面可以去找其他刚刚讲的外援来去做支援这样子。哦，原来是这样。那我好奇一件事情是，那你们当初在最一开始还没进行开放式的时候，你们有讨论过说要不要换成开放式吗？我们其实有聊过，就是有稍微有聊过这些，但都没有特别想要转变成这样的状态，因为可能没有面对到实际上那个问题，所以你就不会以要解决这个事情来去面对，而是你很好奇的像我们现在这样子来聊这件事情的方式来去讨论而已。他们比较偏向于是去了解这件事情，对对，这边发现自己真的有这样子的状况之后才认真讨论，然后来去努力实践这一件事情这样子。那如果今天让你列举说开放式关系的优缺点，你会列举什么？如果说各列举一个的话，优点就比较像是你们可以去找一下你们两个之间关系的缺点。讨论开放式最重要的就是沟通，光是我们两个要坐下来好好的静下心不带情绪的讨论一件事情就已经很难了，尤其这件事情还有可能是你们关系里面你们两个一直不愿意提的黑暗面，所以它其实是一件很难的一件事情。但是如果你们突破了这一点的话，我相信一定对关系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进展。那很明确的缺点就是关系变多元了，所以就是代表不安全感一定会有，吃醋感会增加，一定会很严重。其实我觉得开放式关系有一个很强烈的前提是要建立在你们两个非常认定这一段关系，不然其实很像是明显的在骑驴找马，他其实真的就只是不喜欢现在这个对象，包装，然后我用说我谈这个开放式关系我们来解决我们现在的状况，但实际上他就是遇到下一个对象就说我觉得我们分手吧。好哇，人心好险恶，对，就是这样子。我听过的好几个故事都是长成现在这个样子。我刚刚其实有想到说，因为你说进行开放式之后的吃醋感会加深，那会不会这个吃醋感加深反而让你们重燃起当时的爱意啊？知道对方有去找其他人的状态下，你本来就一定会吃醋。为什么你这时候做这件事情没有找我？为什么那时候我没有一起？或是你今天怎么对你反而会开始去在乎这件事情，然后会想要说我想要赢过他，但有时候只是刚好提到，或是时间点对到去做这件事情，并不一定是你是更爱他的对方，或是更喜欢他，但你就会有这段吃醋的状况。我们后面选择的是去避免这件事情。避免吃醋吗？对，避免吃醋，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我们协议中我们不去干涉对方的交友状况。所以你不会因为说就是他可能他吃醋了，然后你就可能更开心说原来他这么在乎我。一定会有一点点这样子。所以你会这样吗？故意让他吃醋？不会，就是你因为你自己也不想要有吃醋的状况，所以你就不会刻意去要让对方做到吃醋的。己所不欲哈。对啊，对，己所不欲哈。还是其实你想要？不会啊，吃醋哎呦，看来有在爱我这样。那你会吗？我不会啊。为什么你不会觉得就是吃醋会觉得就是他是在爱我的一个傲娇反应吗？你为什么一定要让人家产生其他不是那么正向的情绪呢？不一定啊，看你怎么使用啊，不然你要怎么证明说对方很爱你？当然是有其他的线索，像什么？一定会有真相只有一个。好，谢谢下一趴。我们刚刚稍微了解一下毛吉你进行开放式关系的一些感想跟你的故事，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开放式关系常见的一些问题还有迷思好了。网络上其实很多人说开放式关系不就是劈腿嘛，就是跟谁都可以做性行为啊干嘛的。你对于这个的疑问你有什么想法？其实前提就是你要沟通好，如果你们没有沟通好就是劈腿嘛。很多人其实就是以开放式的名义然后在实行劈腿，但他们是没有做协议的，他们根本没有协议，或者是他们根本就是我已经劈腿了，然后那个其中一方不愿放掉，然后说那我们来做开放式好了，我们来做非一对一。开放式跟劈腿的差别难道还不够明显吗？开放式就是两个人都知道啊，劈腿就是一个人知道一个人不知道啊，所以劈腿是一定会有一个人不知道，那个叫劈腿啊。也是因为开放式是双方都会知道，除非他们协议说不要跟我讲。不要跟我讲，最少你们两个都有认知到对方有可能去做这个行为这样子。那如果因为我看到有个状况是他有跟对方讲，但看到对方跟别人做之后还是觉得被背叛的感觉，是觉得说你这样就是劈腿。那这种状况，我觉得其实开放式的一个大前提，
就是你们要去好好讨论你们伴侣的关系，跟你们的协议是什么？你们协议是什么？跟你们能接受程度到哪里？这是一个灰色地带，就是大家说我被劈腿了，但他没有跟大家讲说他们的协议内容是什么，所以就变成造成了资讯落差的误会了。对，所以开放式这件关系，我觉得很难的一件事情就是，其实你要够了解自己，跟你要了解对方，跟了解这段关系，你们再来去谈开放式会。你要了解开放式是什么，很多人不知道说开放式其实它的大前提是要有协议在，然后要有信任感在，就是你要相信你们是对这段关系是认知是统一的，然后你们才去执行可能这段关系的其他方式，而不是我们其实认知都还没有统一，然后我们就去做这件事情，某种程度上就是在劈腿。但这个问题也让我想到说，如果看到自己另外一半他们已经开放式关系了嘛，但如果知道对方可能去约炮或跟别人干嘛，那你会不开心吗？我后面是转个念来告诉我自己，今天出去发生任何事情都还愿意跟你说，那你是不是觉得对方其实很信任你，知道我们已经沟通完这段关系到做这件事情我都知道你不会介意了，然后其实你们就会变成你们的之间的秘密会消磨很多。其实很多时候你知道在很多关系里面其实没有一个原因让你去说出来，然后就变成潜藏在自己身体，对，潜藏在心里面，然后你就会譬如说你其实很在意对方那个私底下跟朋友出去在干嘛，但我们状态的开放式的话变成他如果今天是要去做就是相关可能比较暧昧一点的行为，他就先跟我讲。那如果他突然忘记了，他搞不好基晕脑，他说你怎么没有跟我讲？那就是你们要好好沟通好这件事情或者就是叫他不要基晕脑，跟好好讲清楚。是不是就是他个人问题？对，那就是他的个人问题。我觉得这就不是关系的问题了。可是我会这样我说我忘记了我忘记这件事情了。那你可能就不适合这样子的开放式关系。可是我这样听起来开放式关系它比较适合两个比较成熟的人它不太适合可能刚谈恋爱比较不懂得要怎么相处的人，他很需要成熟，而不是听到金词好像很新颖，好像是一个新时代，对新时代的那个，而且我还可以去约炮，享受生理上面的。没有，其实你要很知道自己在什么样的状况下面再去谈论开放式关系，会本身会比较好一点点，因为我刚刚讲的，你们两个连对方做这件事情会不会吃醋你都不知道了，那你要选择避免吗？还是希望对方完全坦诚公开？这件事情都不晓得了，那你希望对方坦诚公开，然后结果你自己还会吃醋，那你不就在找架吵？对啊，就是已经越级越太多关了，要一步一步来，不能那么急。你不可能一等就在打魔王关，你以为你是什么恋爱大师？对啊，而且是不是常规来说，不成熟的谈恋爱，他们就之间就是只有恋爱而已，不会去谈其他的东西，所以他只是想那一瞬间的那个快感。对，他其实只有感受到恋爱的快乐而已。而且我觉得开放式最一开始的问题，它其实就是面对痛苦，就是你们本来就在面对你们关系里面的本身的问题是什么，你要从痛苦里面去找到快乐的东西去解决它。所以如果一开始是开心，那就是有问题，也不一定想劈腿。所以我觉得其实很多一开始开放式，你只感受到开心，就是你只是在享乐这段关系里面的优势而已。就是你可能今天我真的就只是想要劈腿，然后我跟我对方伴侣才开放式，然后我就一直爽，我是爽到的那一位。我现在合法劈腿，对，我现在合法劈腿，因为我跟你讲我开放式，但是其实不太对，其实开放式是要两边对，是要解决问题，可能是要两边都要共同达到那个开心才是那个问题。我纳了2个妾，然后把正宫打入冷宫，大概就是这种程度。两个真的很爱看《甄嬛传》，我没有看过的，完全可以知道赵导在讲什么。但这个也让我回到说，这样开放式关系后，彼此之间的一些激情或爱意应该是要增加的，没错吧？既然你们都说都要解决问题，那解决完之后，不是应该要更加的相爱吗？那你们开放式关系之后，有增加彼此的激情或爱意吗？我换个方式讲好了，其实大家很多说开放式关系是骑驴找马嘛，那其实你出去接触更多人过之后，你才发现他有多好这件事情。反而会是这样我没有在跟你开玩笑，有时候你出去外面认识到一些人家就是很奇怪，你跟他见面突然就跟你说我觉得你好像怎么样子这样，或是你跟他聊天沟通就是聊不来。这个答案好意外，发现某一个人他自傲的一面，然后你之后发现哇，对方原来是这么适合我的人，我真的好开心，然后我们还可以在某些方面去面对谈论到这件事情，就会反而觉得更好。我觉得我在谈论开放式之后，我对对方的爱意增加，大部分是这样。我去面对到更多我觉得很可怕的人之后，你会觉得对方真的好棒我真的觉得好开心，我在这段关系。你遇到恐怖人是指他们做什么事情，把你绑起来？那可能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开心啊，是这样。
譬如说好了，正常而言，大家去约会的时候 AA 制就是你也不是AA 制 AB 制，你今天花了多少，就是各自付各自的这样子嘛。真的会有人就会觉得是你年纪比较大，你要付比较多，你要付钱，对，或者是我今天就是来陪你的，然后你要承担我的金额，你也太有经验了吧？你是有过是不是有过相关的经验？对啊，而且他们大部分都是没有去谈论这件事情，就执行这件事情的。但这些是你们在聊天的时候都不会提到？没有，因为很多事情是见面之后才会发生的。就是你看正常网络聊天是不是都聊到你们有兴趣的事情，或是可能约炮，你就大概问个时间地点，你们什么时候想要，大概就这样子而已。但是实际上很多东西是你接触之后，你才会知道它的状况是长什么样。以我自己来讲好了，我其实虽然说我是开放式，但实际上我发生关系的人可能才不超过5位，3年不超过5位，因为我并不是刻意出去疯狂约炮而开放式，所以其实可以打翻很多大家对开放式一些刻板印象，真的耶，对啊。我最近有看一部日剧，我跟你说我最近有开放式，我天哪，不行我知道有一个日剧在讨论开放式关系，对，他就是他们可以拍出2对关系，一对走向恶化，然后另外一对是因为开放式关系而更爱对方。对，就是有这样。其实开放式关系有很多面的。对，没有，其实就是跟各种关系一样，每个人适合的东西都不太一样。对啊，你其实如果譬如说你们两个本身就可以接受，但谈开放式一定是可以让感情升温。但如果你本身就是还是刚刚讲可能比较容易吃醋，或者是你会比较容易想太多的那种人，就可能不太适合，那可能就相对来讲不太适合开放式关系。问题在于说，不管你是不是开放式关系，你有没有办法把这些问题，你跟你伴侣之间对那些问题拿出来正视那些问题，然后去解决，都是最大的一个原因。我刚刚想一件事，那你跟你的另外一半，你们是会有固定沟通的时间吗？或者是你们是要怎么做到都把自己的问题给提出来？因为我们大部分时间是远距离啊，那更难耶。所以我们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打电话的时间。我们也因为大部分时间都是用声音对话，你会更容易知道对方现在是在跟你撒娇啊，还是很认真的在谈论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可以听出对方声音的那个情绪或是状况是怎样。他好厉害，我不行耶，因为我在做事情的时候我会无情绪，所以完全猜不出来我现在到底什么状态。对，可是因为我们就是很认真在聊天，就是在聊天当下你就会知道他现在是认真在跟你讲话，然后你就会很下意识的转成我们两个也是很认真在讲话。这些也都是你们大量的认真对话所累积下来的。对，那些信任感都是不是无中生有的，不可能今天随便我超级信任他，我觉得他就是我人生的另外一半，不可能。I trust you， I trust you， 不可能，你一定是一见钟情。不然你以为你是干嘛？有希望抽考，我相信我的牌组，是不是？这个叫神经病，对，那就是神经病，那就是神经病。其实不可能会有这么完美的事情发生，所以一定都是你去考虑过、评论过，跟这些东西是时间堆积起来的。所以很多人在那边跟我说，我们交往个3-4个月决定要开放式的时候，我都会很疑惑：你们才交往3-4个月，你们是关系上面有什么问题吗？可是这让我想到说，因为有些人在谈交往前就会先说你可不可以接受开放式，所以这类型的人我觉得这类型人打从一开始就把问题丢出来，那又是另外一个回事，就是他们可能在谈论关系前本身就是一件成熟的事情，然后再来去谈论这件事情，那我觉得本身也是 OK 的，就是你们本来就对这件事情有共识。我刚刚讲开放式关系其实最大的前提是要有共识。你看现在台湾社会的风气已经相对开放了，但是还是很保守。你看第一卡我去查资料的时候，全部几乎都是在骂人的，没有人是夸奖。对，因为你基本上你刚刚讲的开放式是不是劈腿啊？开放式什么？这基本上就是大家只要提到开放式，对，就是劈腿。开放式就是劈腿。对，开放式它就是骑驴找马。我刚刚讲的嘛，他们其实这些都会有很明确的情绪在。那有可能是他实际上发生过，有可能是他周遭的人发生过。那我刚刚讲的这些东西，其实他本来就在骑驴找马，才不是因为开放式就在骑驴找马。他本来就劈腿了，才不是因为开放式就劈腿了。但我在想，他们会这样做，可能也是因为他们不这样想的话，会没有办法走出来吗？或是那已经是他们的伤口着？人就很容易需要找一个东西去怪罪嘛，尤其开放式是一个大家相对陌生的名字，就很容易把这个东西怪罪在这个事情上面，就可以去脱罪自己。其实在这段关系里面也有一个相对的问题需要去解决。那我只要怪是开放式的问题，我就不用去面对我自己的，我就不用面对我自己的问题了。但其实是还是要的，你这个问题不解决，它还是会一直存在的。你没有把自己架构好，你进入下一段关系，这些问题你还是会再次发生。那如果今天要给就是正在犹豫要不要开放式关系的建议，你会给他们什么建议？我会建议不要开放式。竟然是不要。会要谈开放式的人本身关系上面一定有问题。那重点不是在要不要开放式，而是你要不要去面对你关系面的问题。今天不是谈一个开放式所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其实基本上是你要去
为了解决你们关系里面的问题，开放式是其中一个方法。我总结一下，就是一般建议就是不太会建议说要做开放式，会有开放式前提希望是建立在有问题你们要解决，然后也沟通过有个协议之后再进入开放式关系会比较适合，不然一般的话其实不要进入会比较好。这样讲就是开放式它不是一个万能药，它只是一个选择，一个解放，不适配所有的问题。你要去针对你们之间发生的问题去做一个解决，而不是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来开放式吧。没有，不可能会。那明明就是想约炮吧？你就是想约炮，你就是想劈腿，你就是想去你找嘛。你就是刚刚那个迪卡在骂的那一群人，就是在骂你，就是没有错，就是在骂你，太群之嘛。对啊，我刚才在想，那你们开放式会有自己的群组吗？有，我们有自己的群组。真的假的？你说赖群吗？对，我们有一个自己的赖群，我现在基本上聊天基本上都会在那个赖群上面聊天。好酷哦！然后里面大概多少人？目前就3个人了。没有。他问的问题是你们有没有一群就是有开放式关系的伴侣聚集而成的一个社群？对，比较不太会有，因为开放式关系还是1对1的关系，主要是跟自己的伴侣。然后你自己约炮，你也不会特别去找一定要是开放式关系的人嘛，因为其实大多数人约炮只是要解决性需求而已。他说的那种社群比较像是什么？模型交流会。对，交流会。目前我是没有遇到有想要跟我分享这些东西的人所以你们没有一个交流。但我还蛮常在，现在有很多社群软体，然后前阵子我都会参加另外一个 podcast， 他有自己一个社群，那刚好那个 podcast 的算是主持人有公开自己是开放式关系，那大家就会有在上面谈论自己的状况跟怎么面对这段关系，那大家也会相对有一些问题，然后我们就是因为刚好我是在这段关系之中的人嘛，我就会有稍微去回答一下他们的问题，跟他讲我的关系是怎么发生的，有稍微去跟其他人聊聊，但是没有真的这么大，真的一个社群就是大家都在讲开放式的那一种这样子。我以为他是可以像什么模型啊，还是什么游戏交流铁路爱好会之类的。对，我以为没有，我目前还没有遇到这么庞大的一个团体。开放式在台湾还算是小众，对，还是比较小众。就是毕竟你看在 D 卡上发个文都要被泡成这样的。可是 D 卡不是发什么都被泡吗？确实是啦，所以我觉得大家都说我不友善。对，然后我在台湾的网络世界都不太友善。找资料之前，我其实对于开放式关系是蛮一知半解，就好像知道说，好像是很多人骂的词。然后好像是可以有很多关系的一个，对，好像是海王对海王在用的关系。但这次讨论下来才发现说，原来开放式关系有这么多面向，以及它是一个工具，一个选择，它不是这么的负面。大多数的东西被贴上负面标签，一定是有某些人做到负面的事情，害群之马。对，要合理使用就是要，违法使用用过量，这样就会是毒了。东西都是好的，是看使用的人，对，使用的人跟你们的方法是什么样子，才会让它是有意义的关系，或者还是有坏处的。对啊，那希望这次的讨论可以对大家有帮助。然后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都可以私讯我们，或是寄 Gmail 给我们。Gmail 的连结我们会放在我们主页的下方。那我们除了 Podcast 之外，也会上传影片版到 YT， 可以在 YT 搜寻橘子树生活就可以找到我们咯。那喜欢我们的话，记得帮我们留下5星好评，然后按赞、订阅、开心小铃铛。大家都知道了。OK， 好，那我们橘子树生活陪你一起过生活，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拜拜。